在这个阳光明媚、万里无云、冬天不热的日子里，我忍不住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内容了。废话文学拿捏到位了。一面是国内女明星气血发生，人过40只能演些婆婆妈妈，如倪虹洁英年当妈；一面是韩流女明星红头20年，新作不断，事业口碑双丰收。一面是国产剧一波，吐槽博主团建；一面是韩剧口碑流量双爆。为什么我们内娱女明星会无戏可拍呢？是环境差异，是市场选择，还是她们自身的问题？Hello， 朋友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没错，是我小唐又来了。现在正在分手中，最近大家看了吗？尹在国丢下一切，冲到吃人家，说要说法，顺便甜蜜一夜。年下小奶狗死缠烂打的戏码，看得人嗷嗷直叫。没看过的观众定睛一看，发出灵魂拷问：那你宋慧乔 ，How old are you？ 是的，那个女人。他来了，他脚踏祥云走来了。他带着新作又来霸榜收视了。舒瑞玛，你的皇帝回来了。事实上，除了乔妹，最近上新的韩剧中还有全智贤、李英爱、申敏儿等一众老面孔。舒瑞玛，你……又有观众问了，什么？这些姐姐到底几岁了？没错，她们的平均年龄已经在40岁了。国内女明星时常哀叹，青春一过，再也无戏可拍。这种情况，难道韩国女明星没有碰上吗？时光匆匆流去，我们回首往事，才发现姐姐们始终被万千观众爱着。2016年，宋慧乔《太阳的后裔》，全智贤《蓝色大海的传说》热播。不论关不关注韩剧圈，都知道这两部神剧的火爆程度。很多人唯一看过的韩剧就是其中之一。5年后，这对绝代双姝依然延续着他们的神话。先来说说南韩之光全智贤。5年前，《蓝色大海的传说》，绝美小人鱼的童话；8年前，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双面女神前综艺，还有我们的野蛮女友。不论在哪部作品里，她和她的角色以绝顶美貌与演技征服了观众。但新剧《这一山》中，她饰演的徐一江尽是狼狈淡妆。作为护林人员，在台风、雨雪、滑坡等极端天气下实施救援，她追求的显然不再是美貌，而是更深层次的价值。《这一山》口碑和收视率双优，韩网首播9.1%的收视率，豆瓣评分至今稳在7分以上。反观乔妹，她是今年40岁高龄的宋慧乔，也是永远都在谈恋爱的乔妹，现在正在分手中。她化身干练又理智的女强人，男人只是刺激生活的调剂品，这合理吗？合理。Nice。直到遇上自由摄影师尹在国，身不由己地陷入一段浪漫的姐弟恋。老实说，剧情真的老套，姐弟恋放在当下也绝非什么爆点。好在男女主的演技在线，颜值在线，再加上乔妹一流的号召力和影响力，最高收视率达到9.5%，连续2周居金视剧收视第1位。最近上线的还有这一位，大家还能认出来她吗？李英爱，是她，就是她，徐长今。当年家喻户晓的大长今女主李英爱姐姐，今年已经50岁了。上个月底，她出演的动作惊悚剧《鞠婧祎》播出了。这部剧堪称韩国版《杀死伊芙》，疑心很重的鞠婧祎是个新型侦探，生活能力低下，加上不修边幅，穿着搭配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双眼凹陷、体型怪异的怪人。这部剧收视率一般，口碑却不错，估计好评中有一大半都是献给李英爱的突破性表演。还有近期热播的韩剧《海岸村恰恰恰》，也是浪漫偶像剧，女主申敏儿今年37了，所饰演的牙医表演很自然，没有刻意少女化，而是30加的独立女性，干练且温柔的样子。这部剧从9月开播一直到完结，始终保持高热度，在这4部剧当中也是好评度最高的。豆瓣一度冲到9分，完结之后维持在8.7，还把男主角金宣虎拱成了新一线。都说娱乐圈对女人的年龄最为苛刻，在年龄到了40岁以后，韩流女星们是如何继续创造流量的？其实不难发现，她们的戏路能明显分为2大类。第一类是以全智贤、李英爱为代表的，不再拘泥于美女或者少女的形象，着重于突破。
全智贤的转型最为明显。2015年产子前，电影《暗杀》里的安玉外表飒爽清冽，没有过多的修饰，人设上是一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狙击手，不再是城市中的花瓶美人。她凭借出色的演绎获得第25届韩国电影大钟奖最佳女主角奖。新剧《智异山》里，全智贤扮相也很朴素，她早已经放下美人鱼或者千颂伊的公主光环，也从拍摄爱情偶像剧进化到利益更深的剧情片。热播的《智异山》核心观念就是环保，主角们身为护林员，拯救迷失在智异山中的人，就是旨在宣言保护环境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。林英爱在剧景一中也是，她抛下了年轻美貌的皮囊，化身为怪异而复杂的女性。具景一身为侦探，又背负丈夫复仇命案，与林英爱以往那些宫廷剧或者糖水片可谓截然不同。第二类则是以宋慧乔、申敏儿为代表的，继续在韩剧最经典的题材浪漫爱情偶像剧里发光发热。偶像剧想要让大家跟着剧的节奏快乐磕 CP， 关键男女主角演技在线，颜值在线。当然，想要留住观众，人设、剧情才是加分项。宋慧乔的新剧其实一再被质疑，原地踏步、老套、平淡无味，但收视率照样不低。同为偶像剧，《海岸村恰恰下》比现在分手中更成功。《海岸村》整部剧的本质上是两个原生家庭有缺陷的人彼此救赎的故事，因而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。情节自然细腻，看过的都说治愈。关键我们虎子真的好可爱。近期韩流女明星以及他们的新剧，咱们先盘点到这里。转过头来看一看同期的国产剧，这评分可以说是4个大字：比惨大会。今天只比较40岁左右女明星演的剧，咱们一一说道。可不敢胡说。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杨幂新剧《狐珠夫人》了。大幂幂1985年出生，今年也35了。咱先来看看剧照，美还是美的，但是这和几年前的扶摇也太像了吧？不光造型像，豆瓣评分也差不多，一个4.9，一个4.7，能拿到这个评分呢，咱也不能说委屈了剧方。《狐珠夫人》是小说改编的电视剧，而原著小说已经是2006年出版的了。当时火爆的师徒虐恋，甚至九州大陆宫廷斗争等熟悉的元素，放到2021年都已经是被拍烂了，实在不能怪观众审美疲劳了。那有的热心网友就要问了，都是被拍烂的题材和情节，怎么隔壁大韩民国的偶像剧现在正在分手中，《海岸村恰恰下》就能被打到7分往上？我们的国偶连及格都难了。第一点就是剧本在主角年龄设定上的问题。没错，宋慧乔、申敏儿也是40岁左右，也是在演爱情偶像剧，但是他们剧中的主角设定就是35+的事业型女强人。现在正在分手中里的乔妹也没有硬凹傻白甜女主的形象，她演的是具有都市职业范儿的设计师，努力奋斗有上进心的真人。而《狐珠夫人》里1986年的杨幂和1985年的陈伟霆演师徒恋，套用网友的一句话吧，师徒恋我要看到年龄差而不是同龄人。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的美与风情，当已经35岁的大幂幂天天抓着少女感不放，对只比自己大1岁的陈伟霆用稚嫩嗓音撒娇，一声声呼唤着师傅师傅的时候，我的上帝呀，这个怎么讲，本颜粉也属实是有点生理不适了。第二个就是被诟病已久的演技和台词问题，不管哪个年龄层，这属于内娱流量演员一个说不得的问题，只要点名道姓的说，就会被粉丝淹没。但杨幂今年已经35岁了，观众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她成长进步了。宋慧乔同样偶像剧演多了，但她的剧观看是舒适的，不会令人觉得尴尬、生硬或者矫情，所以她的剧即使俗套了些，流量和口碑还是在线的。而《狐珠夫人》中的男女主随便拎出来一段，不是师傅师傅喊得人头皮发麻，就像是在拍时尚大片。致命的问题是，从杨幂爆火的宫开始，她已经停留在这个境界太久了，观众对她的包容度也达到上限了，所以《狐珠夫人》的扑也是情理之中。再来看看隔壁刘涛的新剧《星辰大海》，其实这部剧并不难看，属于是大女主金手指创业爽剧，可惜在前期被扑的土味预告片整成了狗血中年玛丽苏。剧情上，上世纪90年代初，女主简爱从小地方来到郑州打工，一路从餐馆小工打拼到成立自己的外贸公司，并且剧情还涉及改革开放、金融危机等现实背景。如果止步于此，那将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励志大女主爽剧啊！
奈何编剧不满足啊，硬要在这部霸道女总裁的逆袭史里加点中年虐恋。你说这编剧是不是个单？来人，放预告。真的对不起。如果你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，把你赔给我。中年人就不能谈一段浪漫的恋爱吗？既然大家都是40多岁的人了，就不要像13、14岁沉浸于霸总文学、玛丽苏文学的小男生、小女生一样插科打诨了。年龄是限制浪漫的枷锁吗？不抓嘛就谈不出好看的恋爱吗？海岸村恰恰恰告诉我们，当然不是。海岸村恰恰恰讲述的是类似普通人日常的故事，全剧少有大开大合的情绪过山车，但到处都是男主对女主的细节关怀，会记住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喜恶，争吵时就事论事的有效沟通，同样的原生家庭缺陷，设身处地的去尝试理解对方。看完留给观众的是与请回答1998相类似的美好和温暖。咱们再回看一下近期上映的国产剧的评分，从这些惨淡数字不难看出，观众苦内娱乱象久矣。不仅女明星过了40岁就没戏拍，是多方因素导致了内娱畸形的市场现状。本该让演员年龄匹配角色阅历，现在当红花旦一手抓；本该让女性在不同的背景发挥不同的价值，现在流水线生产一样的傻白甜；本该让演技产生流量，现在流量凌驾于演技之上。要说怎么解决这些难题，只能靠时间、靠市场、靠选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点关注。就这样，拜拜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